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好久不见。这几天猝不及防的感冒了，于是更新就推迟了。现在稍微好一点，赶紧来录视频。最近倒春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保暖，保重身体。上期视频和大家提到，我最近重返职场，做回牛马了。好多朋友都表示羡慕，觉得我每周只用上20小时的班，简直是神仙工作。我先澄清一点，有些朋友可能误会了，以为我只需要上一半的班就能拿全部的工资，不是这样的。我签的是半职合同，对应的工资也是全职的一半，这都是一一对应的。相比全职，税确实会少一些，但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赚的少，所以税交的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什么种芝麻得西瓜的好事儿。上期视频也收到一些弹幕留言，朝九晚五也好意思说自己是牛马。对此我想说的是，首先我们要同意朝九晚五8小时工作制是我们每个打工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每个公司本来就应该遵守的劳动法法规。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所在的公司没有尊重劳动法，就去骂其他遵纪守法的公司和在这些公司上班的员工，对吧？我完全能理解大家身不由己996的怨气，但我们想一下，本质上这些愤怒的情绪是源于我们辛辛苦苦的打工人和强迫我们996的公司之间的矛盾，而不是996打工人和朝九晚五打工人之间的矛盾，对吧？因为不是我让某些公司违反劳动法实行996的，也不存在公司给我钱让全世界都996，只让我一个人朝九晚五。同为牛马，我们要搞清楚问题源头，要骂也不应该骂我，应该骂这些996的公司啊！大家都是牛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还有一点，很多朋友问我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伤感的故事。我申请这个职位的时候，它还是全职岗位，线上面试、线下 case study 展示和 HR manager 都聊得挺好的， manager 也准备给我发 offer 了。结果这时候好巧不巧碰上公司内部重组，整个公司包括这个组的预算都被砍了好多，于是这个职位就被冻结了，整个招聘流程停止了。也就是说，我之前的一通都白忙活了。当然 HR 和 manager 也都表示很遗憾，我也可以理解，毕竟公司重组也不是他们能决定的，所以我就强打精神接受了现实。没想到今年一开年， HR 小姐姐激动地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职位又开放了，但因为预算有限，全职岗位转成了半职，问我还愿不愿意试一试。接下来就是正常的招聘流程，因为之前我已经面试过好几轮，所以这次面试主要就是聊一下组里的人员工作内容变化、半职的福利待遇之类的。当然同时竞争这个职位的还有2个候选人，但一个候选人经验比较丰富，要价比较高，超过组里的预算，另一个候选人和这个岗位的要求不太匹配，所以我相当于捡了个漏，很幸运的拿到 offer 重返职场了。目前干了几周下来，说实话我真的有点想辞职了，因为很多时候开会我完全听不懂，就说现在的职位和我之前的职位工作内容大差不差，但是行业跨度非常大。举个例子，就好比我以前是种苹果的，现在让我来造火箭，工作流程、项目管理的经验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专业术语真是要了我的老命了，各种缩写就跟摩斯电码一样。我现在每天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把会议上听不懂的缩写名词都记下来，上网查他们到底啥意思，通通总结在文档里。现在这个文档已经有10几页了，每天还在不断的扩充。要是我哪天好久没更新，那我肯定是去熟读并背诵这个文档去了。 OK， 这就是今天想分享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理解，希望你们看得开心，同时求点赞、求转发、求收藏、求弹幕、求投币。我们下期见。